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一个特别的话题——钝感力。这本书是由日本作家渡边淳一所著，我在很久以前就读过了。尽管这么多年来我再也没有翻开过这本书，但它的核心思想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在生活和工作的点点滴滴中，我时刻提醒自己要去实践和体现钝感力的精神。什么是钝感力？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更多关注自己而不是外界，更在意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执着他人的评价，放下我执，寻找真我的状态。通俗点讲，钝感力强的人都有一些厚脸皮，而这种厚脸皮往往需要一颗大心脏，一种稳定的情绪支撑。钝感力强的人脸皮更厚，而脸皮厚的人不一定有强的钝感力。脸皮厚绝不是简单的不要脸，做事情没有底线。相反，脸皮厚是一个人内心强大的真实表现。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我感受过敏感带给我的无上快乐，却也因敏感而比平常人更容易放大负面的情绪。在我看来，敏感是一种能力，但要知道世间万物无一能幸免于水满则溢，月盈则亏。所以说，掌握好敏感度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培养钝感力了。钝感力说，所谓钝感力，即迟钝之力，以及从容面对生活中的挫折伤痛，而不要过分敏感。重点就在于从容和过分。当今社会是一个压力社会，磕磕绊绊的爱情，如坐针毡的职场，暗流涌动的人际关系，种种压力像有病毒的血液一样，逐渐侵蚀人的健康。拥有钝感力就显得尤为重要。钝感力就像是人生的润滑剂，沉重现实的千斤顶。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钝感力说，有益的钝感是一种才能，一种让人们的才华开花的结果，发扬光大的力量。我深以为然。放眼望去，那些能成事之人，大部分都具备阿甘精神，难得糊涂之精神，不会因小失大。之所以又想起钝感力，主要是因为最近更高频地目睹了、耳闻了职场上的各种如坐针毡，人际关系上的暗流涌动。最近，一个朋友的上司第6任助理离职了，相见都是几个月。且听朋友说，刚离职的这个助理说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进行休整后，才敢出来找工作了。跟这个朋友详聊了下，得知这个上司的脾气应该是属于极其暴躁的类型，还很没有耐心，对助理说话丝毫不留情面，哪怕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也能对着他的助理各种颐指气使。职场 PUA 我当然也是极力驳斥的，但我也从另一个角度想了下，如果你对所谓批评既敏感又在乎，那该等批评给你带来的影响将会有着极其大的杀伤威力。那个助理说要休整几个月才赶出来，可想而知他是受到了多大的创伤，产生了多大面积的心理阴影。钝感力说，如果一个人能具备不为小事动摇的钝感力，灵活和敏锐才会成为真正的才能，也才能让人大展拳脚，变成真正的赢家。由朋友说的这个助理，我联想起了自己的上司，我很欣赏的一个上司。他的工作职责让他背负了挺大的压力，并且他还直接高频对接老板。你知道位高权重者就是更有资本让情绪冲破牢笼的。我上司就直接对准了这个出气孔，但我上司的应变方式无时不在告诉我，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他很敏感，
能听出老板所有的含沙射影，但他又很钝感，任你怎么说，他就是不往心里去。第二天照样精神百倍地围着老板转，像个没事人一样。我上司身上具备着很强大的钝感力，我想这也是老板把他视为心腹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除了心理素质，我上司的身体素质还很棒，比他年轻不止一圈的同事们都沾染上了或多或少的亚健康疾病，包括我自己在内，唯独我上司吃嘛嘛香，开口大笑，吃好吃的，玩好玩的，体检报告还一路绿灯通过，前提还是他真的不怎么运动。钝感力说，对健康而言，最为重要的就是让自己全身的血液总是能够顺畅的流淌，因此做事不要总是思前想后，即使别人说些不中听的话，听完后马上能够抛到脑后，这种有益的钝感是保证血液畅通无阻的重要原因。我上司身体素质好，因为他的口头禅就是不要想那么多，过好自己的生活，这不就是能让他的身体血液长时间都畅通无阻的秘诀吗？这个上司真是我的好榜样。林清玄，我很欣赏的一个散文作家，他的座右铭就是常想一二，因为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这句话我真的会记很久。钝感力强的人有哪些特点？第一，不会在意他人的评价。钝感力强的人在做某件事，做出某个决定，更多会考虑自己的感受和利益得失。别人怎么想，他不在意；别人如何评价，他不关注。他只专注于自我，做好当下的事情。就像村上春树写下的那句话，并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海洋里，他人与你是分开的，你的人生本就跟他人无关。更讽刺的是，你过得不好时，有些人会假惺惺地同情你；你过得好时，他就像被踩了猫尾巴一样，瞬间炸毛。第二，情绪更稳定。渡边淳一在《钝感力》一书中提到，钝感力虽然有时给人迟钝、木讷的负面形象，但钝感力却是赢得美好生活的手段与智慧。这类人的特点是，遇到事情会慢一点、缓一点；遇到烦恼的事会慢半拍、迟钝一些；遇到矛盾与争吵时会慢一些、退一些。人在愤怒时，只需要忍下开始的90秒钟，情绪就会逐渐平复下来。冲动的人、冲动的事情，往往在90秒以内发生。越想越气，越想越愤怒，于是就做出不理智的行为。而对于钝感力强的人，他们的反射弧更长一些，不那么敏感，不那么焦虑，不那么着急，不那么拧巴。第三，很健忘。钝感力强的人并不记仇。换句话说，即使当时很生气，但吃顿好的，转移注意力，他们很快就会开心起来。不会将烦恼藏在心里面，更不会将无所谓的人挂在心上。这类人看上去有些没心没肺，但往往过得更好，更容易成功。如何成为一个钝感力强的人？第一，放下焦点效应。什么是焦点效应？想当然地将自己当成世界的中心，当成圈子的核心，认为所有人都在关注自己。事实上呢，你在别人眼中并没有那么重要。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你在人们眼中的印象很快会被时间冲淡。人们都是健忘的，或许当时会把你当成谈资，会多看你几眼，但用不了几天，你就被人遗忘在角落里。
提高钝感力，就要明白自己在他人眼里并没有那么重要。在这个世界上，你所关注的人除了父母、爱人与孩子，还有别人吗？第二，多一些耐心。一次做不好，那就2次；一次考不好，那就继续学；一次学不会，那就再重复去做。多一点耐心，放缓自己的节奏。你越着急，就越容易出错；你出错越多，就越焦虑；你越焦虑，就越容易内耗，这就陷入了情绪的死胡同。第三，将自己与他人分离，远离烂人，因为烂人只会影响你，阻碍你；远离小人，因为小人只会嫉妒你，算计你。不要在乎他人的评价，你要去想，你们又不给我发工资，我又不靠你们吃饭，做什么事跟你有关吗？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别人怎么想不重要，你怎么想很重要。你要去尊重自己的感受、情绪和需求。你要将自己与外界剥离，才能找到真实的自己。第四，忽略噪音。这个时代噪音太多，网络的声音，周围的声音，无时无刻都在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和判断力。对外界的噪音过度关注，就会让我们变得焦躁和不安。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沉迷于手机里高密度信息流。信息是无穷无尽的，麻木看一天比干活还要累，因为肝血被消耗。聚焦自身珍贵的能量，专注做事，反而可以养气血。所以大家请记住，外界的声音都是参考，你不开心就不要参考。活着就是要忠于自己，对于那些不重要的声音，请选择性的屏蔽。将感知利用在珍贵的人和事情上面，沟通的时候也不用在意别人怎么看你，让自己迟钝一点，你会活得比以前开心。第五，戒掉敏感和过度分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猜别人的心思的习惯？会不会因为别人可能无心的一句话而揣摩半天，会过度分析很多的事？一番胡思乱想之后，心里的烦心事就越来越多，简直就是在给自己增加烦恼。其实猜测别人的心思是很容易陷入内耗的一件事，而且猜着猜着就很容易跑偏和极端。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是很了解自己，又怎么会猜出别人的心意呢？所以我们不要猜，不要多想，直接问：你今天心情不好，是因为我的某句话说错了吗？相信我，当你问完，你心头的石头就落了的。或者换一种思路，与其无端地把心思放在别人的身上，倒不如让你自己的神经迟钝一些，把心放在自己的身上，你会发现这样真的快乐了很多。但是这种钝感力不是一种麻木不仁，而是一种不被外界的纷扰轻易地打扰到，可以怡然自得泰然处之的人生态度。所以每次我一发现自己开始多想，我就会强制自己开始转移注意力，做别的事情。久而久之，我真的会发现自己活得特别自在洒脱，因为没有什么事情能够伤到我，也没有什么事情会值得我难受。因为大多数的人和事都不会进入到我的内心，
我也根本不 care。第六，关你屁事。有人曾经说过，人生中的很多事情用2句话就能解决。第一句话是关你屁事，第二句话是关我屁事。这话听起来虽然简单粗暴，但背后的道理却深刻。它告诉我们，生活中许多时候，我们应该专注于自己的感受和看法，因为这才是成就我们心之所向的关键。这种思维方式其实与钝感力所提倡的理念是一致的。钝感力顾名思义，就是对外界的干扰和评价有一种钝感，能够让我们更加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和个人成长。在现代社会，我们经常面临来自外界的压力和期望，这些外界因素往往会让我们感到焦虑和困扰。但如果我们能够培养出足够的钝感力，就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内心世界，不被外界的喧嚣所左右。此外，钝感力还意味着一种心态的平衡和自我价值的认知。当我们意识到不需要过分在意他人的评价时，我们就能更加自信地做自己。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变得冷漠无情，而是要学会在关键时刻为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发声。我们要敢于表达自己，坚持自己的立场，即使这有时可能会与他人产生冲突。实践钝感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学会区分哪些事情值得我们关注，哪些事情应该被忽略。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时，我们就能减少无谓的纠结和烦恼，从而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真正重要的事情上。这种心态不仅有助于我们的个人成长，也有助于我们在职业和人际关系中取得更好的成绩。第七，建立自信。以前的自己特别喜欢和别人比较，不仅是自己喜欢这样，父母也喜欢拿别人和我比较。所以我从小时候开始就一直活在别人家的孩子的阴影之下。从学业、事业到恋爱，我会发现他们都比我好那么多，再看看自己就觉得废物一个。一比较就容易焦虑，一焦虑就容易内耗。但是其实真的没有必要，为什么呢？到底有谁规定了20岁要做什么，30岁要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我们所有人的归宿最终不都是落地成盒吗？难道你的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复制别人的人生？如果人生是一场游戏，你玩你的王者荣耀，我玩我的绝地求生，谁又能和谁比呢？有人30岁放弃了自己的稳定事业去环游世界，有人40多岁辞职去外国读书，有人50岁很成功，但是因为一场疾病而不幸离世。所以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人生节奏，要懂得对自己而言最重要的是什么，走一条自己的道，活出自己的节奏。不要过度焦虑，不要盲目和别人比较，专注做自己，不受外界干扰。只要你比昨天的自己，比去年的自己，比以前的自己更好更强，有进步，那你就是成功了。请时刻提醒自己，你是什么样的人，他说了不算。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你，你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第八，观全局。当你发现自己执着于某件小事时，试着问自己，5年后、10年后，这件事真的还会对我产生重大的影响吗？这个问题能帮助我们从更长远的角度去审视问题，从而理解在人生的大背景下，当前的问题或困扰其实可能并不那么重要。这种思维方式是关于如何把当前放大了的困扰缩回到它在我们生活中应有的尺寸。事实上，我们常常因为过分专注于眼前的小事而无法看到更大的图景。通过将视野拉远，我们能更好地评估一个问题的真实重要性。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管理自己的情绪，还能提高我们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了解到不是每个小事都值得我们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后，我们可以更加专注于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此外，
这种从大局出发的思维方式还提醒我们，控制局面需要时间和耐心。在生活和工作中，我们常常面临需要长期努力和持续关注的挑战。通过保持耐心，我们可以更加冷静和有策略地处理这些挑战，最终达成我们的目标。总的来说，通过扩大我们的视野，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处理当前的问题，还能为长远的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面对问题时总是保持一个宏观的视角，以及为何在追求我们的目标时，耐心和时间是不可或缺的。第9，找到人生方向。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感到敏感和过度共情，是因为我们太在乎外界对我们的评价。似乎只有当外界给予我们积极的反馈时，我们才感到有动力。但是，依赖于外界的评价来驱动自己的生活是不稳定的，因为这会使我们失去自我控制和方向感。没有目标的人生往往缺乏动力，可能会陷入盲目的努力或无所事事的状态。因此，找到人生的方向至关重要。要经常问自己，我想成为怎样的人，并将自己的所有目标写下来。接下来的步骤是做减法，去掉那些相对不重要的目标，直到最后剩下那个最重要的目标。这往往反映了你内心最深的渴望。当我们明确了自己的方向并为之努力时，就不再依赖外界的评价来获取动力。这样的生活方式会让我们更加从容笃定地前进。通过内心的驱动力，我们能够更加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实现真正的个人成长和满足感。第10，奇招妙计。当别人指责我们太敏感或给予否定的评价时，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静。这种时刻，过激的反应只会显示出我们内心的不稳定和脆弱。面对这样的批评，首先要做的是自我审视，这种评价是否有其真实之处。如果是的话，我们应该大方地接受并从中学习；如果不是，那么我们需要冷静而坚定地表达自己的立场。情绪管理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挑战。当情绪波动时，试着采用心灵抽离的方法，暂时从当前情境中抽身出来，以客观的视角观察自己的反应和行为。这种方法能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自己的情绪状态，并有效地管理它们。在人际关系中，尤其是在爱情、友情和亲情中，降低对他人的期望也是一种重要的情绪管理策略。过高的期望往往会导致失望和不满。学会接受人和事物的本来面目，不过分强求，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心理负担，使生活更加轻松和愉快。此外，培养积极的社交圈子也对我们的情绪管理和个人成长非常重要。我们应该多接触那些具有积极特质的人，例如心态乐观、积极向上、有强烈的执行力、慷慨大方、乐于助人、情绪稳定、充满活力、物质条件良好、热爱生活和运动的人。这些人的特质会对我们产生积极的影响，帮助我们建立更健康、更富有成效的生活方式。最后，记住，人生的旅程是自我发现和自我实现的过程。通过不断学习和成长，我们可以变得更强大、更自信、更有能力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这样，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还能活出更加充实和满足的人生。如果将高敏感视为一种天生的特质，那么钝感力则是一种需要后天培养的能力。在爱情中，有效运用钝感力意味着要学会包容对方，模糊看待对方的缺点和不足，以达到相互宽容和谅解。这种能力对于感情的持久和深化至关重要。在职场环境中，钝感力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由于每个人的好恶和忍耐力各不相同，职场往往充满了复杂的人际关系和矛盾。拥有钝感力的人能够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从而在职场中保持稳定和成功。重要的是要意识到，
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需要呵护的小孩子，那就是我们自己。在忙碌和充满挑战的生活中，不要忘记照顾和保护自己的内心世界。通过培养钝感力，我们不仅能在外部世界中更加从容应对，还能在内心世界中找到平静和满足。钝感力还说道，大部分人被别人指责的时候都会感到沮丧和退缩，特别是那些出身良好、没有经受过挫折、没有习惯给人斥责的人，被别人指责批评一两次，马上就会变得失魂落魄、意志消沉。有益的钝感与精神上的安定和保持快乐的心情密不可分。有些高龄而健硕的人基本上都不听别人讲话，偶尔听上几句也是听听就过去了。这种情形往坏的方面讲，也可称为我行我素、自我中心。不过正是这种不太计较他人言语、不听别人讲话的做法，才是保持健康的秘诀。我外公就是一个例证。我外公穷其一生都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如果不是因为疾病，我确信我外公可以活得更长寿。这个秘诀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拥抱且践行。我自认算是个优柔寡断的人，读了《钝感力》之后，我更深刻地意识到，在人缺乏自信或犹豫不决的时候，无论怎样的左思右想都于事无补。因此在这种时候就要摒弃杂念，更为大胆、充满自信地向前迈进才行。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世界上不仅仅存在敏锐聪慧这种才能，相比之下，不为繁琐动摇的钝感才是人们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基本才能。而且只有具备这种钝感力，敏锐和敏感才能成为真正的才能，从而在人生的道路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反观自身，我确实不聪明，但不为繁琐动摇的钝感就是可以通过不断实践以习得。为此，我就走在努力习得的路上。在《被讨厌的勇气》中提到的观点是，我们的许多烦恼主要源自人际关系。当我们遇到朋友或同事的嫉妒、诽谤或无理行为时，重要的是不要过度反应，而是要深入思考对方这样做的原因，并尝试理解对方的感受。这种宽广的心胸和钝感力在日常生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甚至可以将那些不愉快的言辞理解为说话者无意之举。既然如此，我们作为听者又何必过分在意呢？将不必要的忧虑放下，实际上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轻松和愉快。钝感力的益处在于它帮助我们维护内心的平静和专注，即使在面对人际关系中的挑战时。通过培养这种力量，我们可以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保持清晰的思维，从而在各种社交环境中保持冷静和高效。在探索钝感力的旅程中，我们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钝感力并不是对外界冷漠无情，而是一种保护自己、保持心灵平静的能力。它教会我们如何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保持冷静，如何在困难面前保持从容，如何在压力下保持专注。真正的钝感力是在不断的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它要求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不被外界的评价所左右，同时也学会了如何合理地处理和回应外界的刺激。愿你我都能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节奏，保持内心的平和与坚韧。愿我们都能学会放下不必要的忧虑，专注于自己真正重要的事情，以更加从容和笃定的姿态面对生活的挑战。愿我们在自我发现和自我实现的旅程中不断成长，变得更加强大、自信和充实。愿我们的生活因为钝感力而更加丰富多彩，愿我们的人生之路因为钝感力而更加宽广和明亮。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